接下来我们想要谈一谈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我们会选择什么样子的对象，以及如何展开一段爱情的关系呢？我们可能要用一个叫做相称配对的概念来跟大家做说明。因为许多的研究都发现，我们选择对象的时候是采取或者是根据彼此的相似性为基础的，譬如说相似的教育程度、相同的宗教信仰、外表特质、年龄、社经地位以及政治的理念，这些呢都是我们有可能会比较觉得和我们相似而选择对象的时候的重要的条件。那么我们会在什么样子的场合遇到这样子的人呢？非常有可能是在我们的学校，或者是同一个社区，或者是家族、家庭的活动聚会当中认识，也就是在这样子的场合当中比较有可能遇到跟我们相似同质性比较高的人。当我们的同质性比较高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更多的话题，或者是更多的共同的机会来探索生命当中的许多的事件。那么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同质性如果比较低，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认识的机会就变少一些。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可能对某一类的人接触较多，而对其他的类的人比较没有机会碰到。那么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就知道要跟我们很相似，并且也要在特别的比较普遍的我们会去参与的场合当中才会有更多的机会。那么对这个个人而言，他的什么条件会对我们最有影响呢？那就是我们发现是外表吸引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研究不但指出来女性喜欢选择男性特质比较强的阳刚的男性成为对象，男性呢也希望选择女性特质比较强的女性成为他的对象。同时呢，外表的吸引力也是要看得顺眼，觉得不难看，甚至于是很漂亮。这样子的话，外表的吸引力可能就会带来比较多的可能性。外表的吸引力不但会影响彼此的关系，也会影响我们恋爱的方式、爱情的感觉、想法，以及对这个关系的满意的程度。接下来我们想介绍几种不同类型的约会形态。第一种叫做快速约会，那就是以寻找交友对象为目标的一种约会的形态，通常是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探索这样子继续交友的可能性。而在快速约会的形态当中，外表的吸引力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因素。具有外表吸引力的人常常能够吸引到比较多的目光，也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引起对方的兴趣，想要再继续的做彼此的了解。所以在这样子快速约会的形式当中，能够吸引到对方目光的人常常是被选择，或者是有可能继续尝试是不是可以交友的对象。另外一种形态叫线上约会，这也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很普遍的一种现象，那就是先在线上遇见，还没有真正的见面。一部分是不公开，或者是不像面对面的充满各种感官的讯息的，而可能是一部分的。因此在这样子的虚拟的世界，我们如果要决定是否对对方展开追求，或者是想要更加的了解，甚至于交友的话，其实我们心中希望的对方的条件，也跟我们在一般现实社会或者是之前的传统的方式当中的条件跟因素是很相似的。也就是说，
要跟我们很像，外表要有吸引力，而且我们在网上会比较常遇到。那我们看到网上的时候，有时候是看到照片，那一种有没有觉得被吸引的感觉，可能是展开这个过程的重要的因素。同时呢，对方如何展现他自己，描述他自己的特质，或者是理想抱负，或者是一些观点跟看法，也是我们决定是否展开这个过程的另外一些因素。那么李美芝在1999年研究台湾男女的约会行为的时候，发现我们女性希望男性的第一名的特质是诚实可靠、肯打拼，而男性也希望女性温柔婉约。那么在这个时期，我们会发现男生如果一直带给女生持续进步，跟你在一起，我的感觉好像一直在进步的这种感觉，是很容易让这一个关系维持下去的。不过如果反过来让你觉得有你跟没你好像也差不多的话，那这样的感觉就可能会影响着继续交往的意愿。总体而言，台湾的情侣的平均交往的为低时间点大约在交往2个月之后，或者是交往6个月之后，或者是1年半、2年以及4年。因此一般我们所讲的7年之痒可能要缩短成为4年之痒了。接下来我们想要介绍一些有助于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持的方法。以上呢，就是一些可以协助大家增进亲密关系的建议与做法。那么这些建议与做法有相当的原则性，您在使用的时候也可以有不同的发挥或者是组合，来帮忙您针对您的伴侣以及对象有比较好的做法，或者是独特的做法，来维持你们的关系。希望这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